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智慧与幽默的神奇之书《玩笑》。这本书的作者姓名，一位在文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都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。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，为我们揭开了玩笑背后那深邃而迷人的世界。你或许会好奇，一本关于玩笑的书能有多大的价值呢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玩笑似乎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，是朋友间偶尔的调侃，或者是在尴尬时刻用来缓解气氛的工具。但《玩笑》这本书会颠覆你的认知，它不仅仅是一本探讨玩笑的书，更是一把开启人生智慧、助力我们人际交往、缓解压力以及提升生活幸福感的钥匙。想象一下，著名喜剧大师查理·卓别林，他的一生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玩笑式解读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他用一个个滑稽又深刻的喜剧形象，让人们在欢笑中看到了社会的残酷和人类的坚韧。他曾说，幽默是反抗的开始，而《玩笑》这本书就像是一位智慧的导师，引导我们理解卓别林式的幽默背后的力量。它让我们思考，玩笑是否只是简单的逗乐，它是否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，能够成为我们应对生活挑战的有力武器。玩笑的本质，一种复杂而微妙的社会现象。玩笑首先深入剖析了玩笑的本质。作者指出，玩笑并非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，它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社会现象。它既包含了语言的传递、文化的体现，也涉及到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动态和心理博弈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玩笑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。当我们开玩笑时，可能是为了表达喜爱、亲近，比如朋友之间互相调侃对方的糗事，这背后是深厚的友谊和信任。同时，玩笑也可能是对不满情绪的一种委婉表达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同事之间可能会用玩笑的方式来暗示对某些不合理安排的小小抱怨。从社会学角度而言，玩笑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观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，玩笑的内容、方式和禁忌都各不相同。在一些文化中，开宗教玩笑可能被视为大不敬，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可能相对宽松。书中提到，玩笑就像一面镜子，折射出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理解玩笑的本质，对于我们的人际交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当我们能够识别出玩笑背后的真正含义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。比如，在与外国朋友交往时，了解他们的文化中玩笑的界限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。同时，在家庭关系中，明白家人之间玩笑所蕴含的爱意，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些温馨的时刻，而不是被误解所伤害。玩笑的魔力，化解尴尬与缓解压力。玩笑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它能够在尴尬的氛围中成为救场的英雄，也能够在压力如山的环境下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。在尴尬的场合，玩笑可以打破僵局。当我们不小心说错话或者遇到冷场时，一个合适的玩笑可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化解尴尬。这是因为幽默能够激发人们大脑中的快乐中枢，释放多巴胺，让人们从紧张或不愉快的情绪中解脱出来。在压力环境下，玩笑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。就像书中所描述的，在战争的阴影下，士兵们以玩笑来对抗恐惧。当我们面对压力时，玩笑可以让我们暂时忘却烦恼，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困难。它就像是一剂精神上的止痛药，虽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，但却能缓解我们的痛苦，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如果我们遇到尴尬的情况，可以尝试用自嘲式的玩笑来化解。比如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可以说，看来我太想给大家表演个节目了，这就是我的摔跤舞。这样不仅能缓解自己的尴尬，还能让周围的人觉得你很有幽默感。在工作压力大的环境中，定期组织一些幽默活动，比如笑话分享会或者幽默小品表演，可以有效缓解员工的压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同时，在个人生活中，当我们感到焦虑时，可以看一些喜剧电影或者听一些幽默段子，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。玩笑的艺术，巧妙运用与适度把握。玩笑虽然有诸多好处，但运用不当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。因此，掌握玩笑的艺术至关重要。玩笑的艺术在于巧妙运用和适度把握。巧妙运用意味着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对象、场合和时机来选择合适的玩笑内容。比如，在正式的商务场合，开一些低俗的玩笑显然是不合适的；而在朋友聚会上，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则可以活跃气氛。适度把握则涉及到玩笑的尺度，我们不能拿别人的痛处开玩笑，也不能让玩笑变成人身攻击。书中强调，玩笑的边界是尊重，只有尊重他人，我们才能让玩笑成为增进关系的桥梁，而不是破坏关系的利刃。在与人交流时，我们可以先观察对方的性格和情绪，如果对方心情不好或者比较敏感，我们就需要谨慎地选择玩笑。对于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，如政治、宗教等，除非你非常确定对方的立场和接受程度，否则最好不要开玩笑。
当我们能够巧妙运用和适度把握玩笑时，我们就能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。比如，在团队合作中，适当的玩笑可以增强团队凝聚力，让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。在谈判场合，一个巧妙的玩笑可以缓解紧张的气氛，为达成协议创造有利条件。4. 玩笑与文化，跨越文化的桥梁。玩笑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。玩笑这本书也深入探讨了玩笑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。文化是玩笑的土壤，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玩笑传统。例如，英国人的幽默常常带有一种含蓄的讽刺，而美国人的幽默则更加直接和外向。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历史、社会结构和价值观。在跨文化交流中，玩笑可以成为一座桥梁，也可以成为一道鸿沟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，贸然开一些自以为有趣的玩笑，可能会引起误解和冲突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文化，巧妙地运用玩笑，则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。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，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，我们需要学习不同文化中玩笑的特点。比如，在与日本朋友交流时，要了解他们对等级和礼仪的重视，避免开一些可能被视为不尊重的玩笑。在与法国人交往时，可以尝试一些带有文化内涵的玩笑，这会让他们觉得你很有品味。当我们能够跨越文化的障碍，运用玩笑来促进交流时，我们就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地展现自己，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魅力，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。玩笑与人生，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最后，《玩笑》这本书将玩笑提升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。他认为，玩笑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、困难和挑战。如果我们总是以一种严肃、沉重的心态去面对，生活将会变得无比压抑。而玩笑则是一种乐观的应对方式，它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，在挫折中找到乐趣。就像书中所说，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玩笑，我们要学会在其中找到快乐。当我们把玩笑融入到人生中时，我们就能以一种更加豁达、洒脱的态度去生活。我们不再被烦恼所困扰，而是用幽默来化解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尝试用玩笑的方式来面对一些小挫折，比如错过了一班公交车，可以说，看来今天公交车也想给我一个散步的机会。这种乐观的心态可以让我们保持心情愉快，提高生活质量。在面对人生重大挑战时，玩笑也能发挥积极作用。它可以让我们在紧张的时刻放松下来，以更加冷静的头脑去思考问题，同时也能让我们在困难中保持希望，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玩笑这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大门，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生活中看似平凡的玩笑，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深刻智慧和巨大力量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对玩笑的精彩阐述，更在于它对我们人生的积极影响。它教会我们如何运用玩笑来改善人际关系，缓解压力，跨越文化障碍，以及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。我呼吁大家，赶快去阅读《玩笑》这本书吧，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让玩笑的智慧融入到你的言行举止中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运用书中的习惯时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，你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，你的心态也更加乐观。记住，玩笑是生活的调味剂，是心灵的按摩师，是智慧的闪光点。让我们一起用玩笑的力量，打造一个充满欢笑和温暖的世界。无论你身处何地，无论你面对怎样的困境，都不要忘记，玩笑可以成为你最好的伙伴，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行动起来吧，让玩笑成为你人生旅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